皇兄的白月光死后，我被他囚禁在金殿里，他恨我害了他，却也因禁药离不开我。国破后，他为了救我，被叛军万箭穿心。死前，他释然笑道：“都怪我宠坏了你。”重生后，我不再任性，早早择起驸马，还处处撮合他和白月光。可皇兄看我的眼神，怎么越来越不对劲了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重生回来时，皇兄正举起我下了禁药的酒要饮，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拂袖拍掉他的杯子。不要！杯中酒洒了一地，就连皇兄的衣襟都湿透了。酒水顺着他的喉结缓缓流下，流入内里雪白的肌肤。皇兄睫宇微颤，缓缓抬眼：“瑟瑟，怎么了？”好久没看到这般温润如玉的皇兄，我心头一颤，还以为自己在做梦，不禁掐起大腿来。疼。皇兄见状，不禁微微一笑，伸手抚过我的头顶。可是做了什么噩梦，还未苏醒，我却赶紧避开他，往后退了几步。皇兄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太傅给我留下的课业还未做完，我得先回去了。临走前，我赶紧抱起桌上的酒，向皇兄微微行礼。这酒太过粗烈，不适合皇兄，我这就去倒了它。我正要离去，却被皇兄扼住了手腕。他目光平静地看向我，看起来在笑，眼里却没什么笑意。啊，不适合我，那瑟瑟想把这酒留给谁喝？这酒名为半月欢，顾名思义，服下这酒的人，每半个月就得和解毒之人合访，不然会肝肠寸断而死。我亲爹是个马夫，而我不过是跟着娘亲进宫的便宜公主，虽非皇家血脉，却女凭母贵，拿了公主的封号。太子李湛龙章凤姿，温润无比，克己复礼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待我极好，比亲生妹妹还要好上几分。正因如此，我对皇兄产生了不该有的妄念。上一世得知皇兄就要迎娶丞相府的嫡女为太子妃后，我气得睡不着，甚至找来禁药，想要逼皇兄退婚。那夜过后，我虽得到了皇兄的身子，却也让他对我彻底失望。尤其是在林嫣然死后，他更是恨透了我。这一世，我定不会重蹈覆辙。于是，当皇兄笑着问我，这酒要给谁呢？我竟一时语塞。这酒……就在这时，一个红色的身影从回廊绕出，大步跨了过来。可死我了，殿下可否赏我一口茶酒喝喝？竟然是骆之鹤，北疆赫赫有名的战神小将军，更是我前世的死对头，皇上的亲外甥。他仗着太后的宠爱，没规没矩惯了，一把便盯住了我手中的酒，想要夺过去。江瑟瑟，你这是藏了什么好酒？怎么不给我喝喝？眼看酒瓶就要被夺走，我正要制止，却听哐当一声，玉净酒瓶在地上碎得四分五裂。皇兄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歉意：“是我不好，一时失手。”骆之鹤也跟着笑了：“二哥年纪大了，手偶尔会抖也是正常的。”李湛温和一笑：“六弟还是少饮酒的好，尤其是不属于你的，更不该妄饮，恐伤了身子。我夹在其中，只觉浑身难受。那个，二位兄长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可以回去写课业了吗？”回到寝宫后，我把所有的禁药都给埋了。侍女大惊失色：“公主，这些都是您花了好些钱才买到的药，就这样废了，岂不可惜？”我摇了摇头，浑身灰头土脸，可我却神清气爽：“一点都不可惜。重回一世，我再也不妄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了。李湛那样好，就应该高高在上，而不是被我拉入泥潭。这一次，一切都会不一样的。我一定会替皇兄守护好他心爱的女子。”翌日，我随着其他公主还有伴读一块上学。林嫣然容貌出众，蕙质兰心，乃伴读之首。他人淡如菊，见者无不夸他有大家之风。上一世，我最是讨厌他假清高的样子，更是伙同其他闺秀处处为难他，甚至乐见别人故意弄坏他的刺绣，脱脏他的衣服，还故意给他喝的茶水加辣椒粉。可林嫣然全都一一化解，坏了的刺绣被他补为双面绣，被泼脏的衣服也成了别样花纹的流行样式，一时在京中流行。至于那加了辣椒粉的茶水，竟被他淡淡点评，清淡了些。我怒不可遏，为了败坏他的名节，这一次更是听信谗言，
找人在路上将他推入湖中，想要毁他清誉。等我想起这件事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为了救他，我赶紧挡在他的身前，自己却反而掉下了湖中。我在湖中拼命挣扎，死亡的恐惧再一次袭来。上一世，我为了逃出皇宫，也是这般浮水。就在我渐渐下沉时，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。那人紧紧抱住我的腰，带着我往上游去。江瑟瑟，你振作一点。我眼皮越发沉重，终于忍不住昏了过去。我醒来时是在寝宫里，他们都说我是被洛之鹤救起来的。我被他捞起来的时候，浑身湿透，衣裳紧紧贴着曼妙的身躯，曲线尽露，在众多贵女面前，可谓是丢了个大脸。公主，贵妃娘娘说了，明日便要为您挑选驸马。我心中不禁一沉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上一世，我为了待在皇兄身边，死活不肯嫁，甚至还被娘亲打了巴掌。荒唐！别以为别人叫你公主，你就真是公主了。你如今的荣华富贵都是我给的，你若总粘着他，不知好歹，迟早会害死自己。我那时不懂，直到皇上死后，娘亲殉葬，我也被李湛囚禁在金銮殿里，这才知道自己有多离谱。原来强求得来的爱不是爱，而是痛不欲生的恨啊！我点了点头，你回禀母妃，我明日一定会按时前去。就在这时，屋外忽然传来一阵清朗如玉的声音：瑟瑟，你明日要去何处？是李湛，他怎么来了？我刚醒来，身上还穿着轻薄的寝衣，衬得内里的赤色小衣越发显眼。我赶紧拉起被子，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的。皇兄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他的眼神里透着一丝伤心，修长的身影看起来有些落寞。瑟瑟，你何时与我经这般生分了？从前我因痴恋李湛，特令下人不要通报，皇兄来了就马上请他入殿。没想到如今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我呵呵一笑，皇兄误会了，我就是刚睡醒了，有些迷糊。上一世林嫣然落水，被查到是我所为后，我被禁足，而皇兄也终于觉察到了我的心意，知道那禁酒的秘密。他痛苦地闭上了眼，俊美的脸上满是苍白。瑟瑟，我一直只把你当妹妹。我疯了，笑得癫狂。妹妹？皇兄会对自己的妹妹做这等事吗？我拉开衣襟，露出内里青青紫紫的痕迹，这些痕迹无不提醒着他前夜犯下的错。皇兄，你我根本没有血缘，为何不能在一起？我走上前，环住他的腰，贴上他的背。皇兄，你是我的，对吗？瑟瑟，我不能。皇兄，我好冷，抱抱我，好不好？我吻上他的唇，一遍又一遍地引他沉沦。若不是因为我的偏执，他又怎么会从仁厚恭行的储君沦落到偏执暴躁的君王？这一世，我定要远离皇兄，守护好他。李湛淡淡一笑，端起药碗上前，舀起一勺药就要为我喝下去。我心跳如雷，拼命摇头。皇兄，我也不是小孩子了，可以自己来的。可他却嘴角上扬，眼里满是笑意。瑟瑟，这是怎么了？从前不都是由我来喂的吗？如今可是嫌皇兄老了，不要我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不知他怎么就对洛之鹤的话上心。我连忙摇头，坦然笑道：皇兄正当风华绝代，也应早点准备亲事了，何时给我迎娶个漂亮嫂嫂，我也好早日抱上小侄儿。话音刚落，李湛的脸上竟没了笑意，看向我的眼里也似古井般沉寂。瑟瑟当真有此意？我突然浑身有些发冷，却还是硬着头皮点了点头。我平生所求不多，其中一愿便是皇兄能姻缘美满，平安顺遂。我只顾着说话，全然没有发现自己颈背滑落，露出松散的寝衣，还有那小衣都遮不住的丰腴。李湛微微一笑，目不斜视，看向我的眉眼。瑟瑟放心，你所求的一切，我都会尽力为你达成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。选驸马的宴会上，屏风之外，娘亲坐在我身旁，美丽的容颜里满是不耐。你最近与洛之鹤走得近，可是对他有意？我摇了摇头，他不过是路过，恰好救了落水的我。娘亲饮了口茶，有些不悦。你可知他昨晚去找皇上请旨赐婚？是谁家姑娘这般幸运？
骆之鹤生得容貌艳丽，又有一身好武艺，确实是京中无数贵女的梦中人。上一世我被皇兄囚禁后，却听闻他终身未娶。我逃出宫那天，也是他接应的我，在水中将我捞起，对我说：江瑟瑟，你得活下去，活出个人样。可最后他还是死在了叛军的那场战役里。娘亲笑了，看向我，眼里满是意味深长。他要求娶之人不是旁人，是你。我，为何是我？上一世我和他分明就是死对头，我们从小就喜欢缠着比自己大几岁的李战，久而久之，骆之鹤更是嫌我烦，说我这般粘人的性子会一辈子嫁不出去。我也诅咒他，说他这般毒舌会一辈子娶不到媳妇。谁也没想到我们竟会一语成谶。嫁给骆之鹤终归不是个好归宿，他可是庆王的人，还不如选个朝中新臣，尽早成亲，如此娘才不会死不瞑目。我有些慌，连忙握住娘亲的手。娘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娘亲笑了，美丽的眼睛旁露出了浅浅的皱纹，却依然不减风华。那当然，你娘的命可硬着呢。可再硬的命，只需自诩深情的帝王一生不舍，便可让康健鲜活的人殉葬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长相清秀的白面书生缓缓上前，看着他与皇兄三分像的侧脸，我不禁愣了愣神。娘亲却以为我选中了他，当即把他留了下来，让他回去等圣旨，好好做驸马爷。回到寝宫后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这一世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我处处给皇兄和林嫣然制造相遇的机会，还多次提醒林嫣然皇兄的喜好。他乐见其成，欣然和我结起了手帕交。就连今天的连州游湖，也是我约的皇兄和林嫣然。只不过游湖的只有他们，而我则是随着娘亲去挑选驸马了。未来驸马姓薛，叫薛灿红，生得很是秀气，彬彬有礼，确实是我会喜欢的类型。我喝了喝放在桌上的茶水，不知为何，心里突然有些失落。忽然闪电划过，雷鸣响彻不已，暴雨倾盆而下。我吓了一跳，却见一个身影缓缓从屏风后出现。皇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李战浑身湿透，犹如鬼魅一般出现。见到我后，他淡然一笑，五官却犹如妖鬼一般艳丽，眼里满是不解。瑟瑟，为何要瞒我，骗我？我有些心虚。皇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成人之美罢了。你和林嫣然之前因为我实在是错过了太多机会。人人都说他和林嫣然是金玉良缘，如今我不过想成全他们，又有什么错呢？我忍住心里的失落，故意装作开心的笑道：皇兄，如今你快成婚了，我也快有驸马了，你说这算不算天赐良缘？可李战却笑得很冷：当然不算。他突然上前，一把掐住我的下巴，逼我不得不抬头看向他。瑟瑟，你不是说过要和我一辈子在一起的吗？我浑身突然酸酸麻麻起来，眼里也不禁渐渐模糊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刚刚喝的茶水有问题？我眼神迷离，却因他的触碰，不禁渴望起他更多的触碰来。皇兄，你给我喝了什么？李战笑了，眼尾泛红，染上一抹艳色。瑟瑟之前想给我喝的是什么，便是什么。我快要疯了。我不是把那些禁药埋起来了吗？怎么还会有？李战伸出手，白玉般修长的手指划过我的唇瓣，缓缓探入我的口中，掠过我的齿背。瑟瑟，告诉我，他们到底哪里比我好？皇兄身上的衣袍已然湿透，就连胸前的衣襟也散开几分，白皙的胸膛若隐若现，为这夜色增添了几分魅惑之色。我强撑住所剩无几的理智，把皇兄一把推开，用力晃了晃头。皇兄，你快走，不要靠近我。如今的我实在是太危险了，若是一时把持不住，又像上一世做出欺辱皇兄的事怎么办？可皇兄却淡笑不语，他单手搂过我的腰，将我缓缓拥入怀中。男子身上传来的温热气息，更是加快了这药的发作。我努力克制住自己，甚至咬紧牙关，不去看他。可他的指腹一寸一寸拂过我滚烫的脸，眼里却充满慈悲。瑟瑟，为何不要我了？我只好强撑着道：皇兄误会了，你我虽非亲兄妹，却胜似亲人。不管我将来在哪里，
都会只会将你视为唯一的兄长，还请皇兄莫要。话音未落，我的唇便被人封住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我不禁瞪大了眼睛，这一时，皇兄竟主动亲近我，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风吹夜雨，海棠花枝颤动不已。这个吻来得格外绵长，惊慌之下，我咬了他的唇。他嘴角微勾，伸手替我轻轻擦去唇上的血迹，仍是那副温润模样，眸色却深如潭水。瑟瑟，你可知，这天下只有夫妻才能永不分离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天色大亮，皇兄也早已离开。我摸了摸自己唇上留下的齿印，这才确认昨晚的一切都不是梦。皇兄昨晚不但吻了我，还给我喂了解药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这邪门的半月欢，皇兄是有解药的。既是如此，那上一世的皇兄为何不早点用解药，而是把我囚禁在身边用来解毒呢？我揉了揉晕沉沉的脑袋，实在是有些想不通。就在这时，给我赐婚的圣旨终于到了，可圣旨上我要成婚的人却不是薛灿红，而是骆之鹤。我赶紧跑去上林苑，等骆之鹤下旨。不少权贵子弟已知道了圣意，看到我后都纷纷起哄，把骆之鹤推了出来。我也毫不客气，当着众人的面把他拉到了小树林里。大树底下，树荫浓郁，我一步一步地逼近他，他却连连后退，直到撞到一棵树上，退无可退。我眼神凶狠地看向他，说：为什么要去求赐婚？他耳朵红红，向来伶牙俐齿的他，如今却支支吾吾地看向我。我们已经有了肌肤之亲，我于情于理都得对你负责。我气笑了，六哥向来最是讨厌我，如今莫不是想借机修理我？我冷冷一笑，若六哥不过是为了侮辱我，我这就去求皇上让我绞了头发去做姑子。我转身要走，可他却拉住我的手，用宛如小狗一般可怜的眼神看向我。别走！我疑惑地回头看向他，六哥想说什么？如玉的脸上染上一抹红晕，他看向我，深呼了一口气。江瑟瑟，我……就在这时，箭矢忽然飞来，我躲闪不及，却被他抱得紧紧的，还在地上滚了几圈。他紧紧握住我的腰，语气里很是着急。你还好吗？我看着他胸前的箭，双手颤抖不已，紧紧钳住他的肩膀。骆之鹤，你怎么了？他虚弱地笑了笑，可胸前却染出一大片的红，像进了血色般的浓郁。这算什么？小爷我命大着呢！我赶紧大喊太医，想要跑去找人时，他却紧紧拉住我的衣袖。江瑟瑟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握住他的手，忍住哭腔。你别死，你死了，我不会给你守寡的。他吐了一口又一口的鲜血，努力笑道：我若真死了，你至少得给我守孝3个月吧。我赶紧摇头，不停擦去他嘴边的血迹。只要你不死，我就嫁；你若死了，我就立马嫁给别人。骆之鹤，你给我振作起来！他终于笑着在我怀里垂下了手。那件是冲我来的，如果不是骆之鹤替我挡了一剑，现在死的人就是我。死亡的阴影再一次袭来，我紧紧抱住骆之鹤，泣不成声。哪怕太医来了，我也不愿放手，一味地喃喃自语道：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这一次是不一样的。没有人知道，上一世的骆之鹤也是这样死在我的怀里。那时的我被李战秘密关在金殿里，知道这事的人不多，骆之鹤便是其中之一。他日日跪在殿前，求李战放我自由，为此还愿意交出手上的兵权，可李战却微微一笑：骆将军，朕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为了救出我，他好不容易收买了我身边的宫女太监，让我从宫里的水路出逃。可那时的我被关许久，早已浑浑噩噩，连站都站不稳。李战登基后就像变了一个人，表面温文尔雅，私下却阴晴多变。他夜夜宿在我的寝殿，在我身上用了各种花样。心情好时柔情蜜意，若心情不好便会摔杯丢盏。如果不是你，嫣然又怎么会死？是你害死了嫣然。甚至午夜梦回时，他若犯了眼症，还会用手紧紧掐住我的脖子。可没掐一会儿，他便会立马松手，随即退开几步，惊恐地看向我。瑟瑟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。自从林嫣然死后，李战就有点疯癫了。人人都说是我害死了林嫣然，
是我觊觎了不属于自己的一切，是我自作孽不可活。可这事我明明都避开了，为何还会这样？骆之鹤病重，昏迷不醒了许久，我也夜夜梦魇，整日浑浑噩噩，甚至分不清前世今生。皇兄来宫里寻我时，我正做着噩梦，梦到了前世很多事情。林嫣然在我的宫里被毒死，皇兄紧紧拥着他的尸首，问我为什么。那毒早已绝迹，却偏偏从我房里搜了出来。我说什么也没人信。林相要处死我，连名朝中重臣上书，而我在天牢里被关了许久，从高高在上的异姓公主，变成死期将至的牢犯，不见天日。不知今朝何夕时，却听到了皇上驾崩、新皇登基的消息。与之传来的，还有娘亲追随先皇殉葬一事。如果我早些听娘亲的话，远离李湛，乖乖和别人成亲，一切都不会落到如今地步。我后悔不已，跪在皇陵前泣不成声。那时的我早已没了求生的欲望，是皇兄紧紧扼住我的手腕，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耳边说着他的恨意。江瑟瑟，死是那么容易的事吗？我笑了。皇兄，杀我吧，我死了，你就能替他报仇了，这样不好吗？红帐翻涌如浪，烛影满地碎金。李湛也笑了，从后背附上，咬着我的耳垂，目光冷然。瑟瑟，活着才能比死难受。番邦进贡，献上无数妖媚舞姬，其中一人长得尤其像林嫣然。李湛盯着她看了许久，当日便宣她入宫，甚至破格封为女官。我松了一口气，以为他找到了朝思暮想之人，也终于会放过我。可他当晚不仅来了，还让我穿上舞姬那薄如轻纱的衣物，腰间和脚踝也挂上黄金铜铃，每走一步便叮铃作响。我知道他恨我，这才千方百计折辱我。我蒙着面纱跳跑胡旋舞，不过转了几个圈，便摔倒在地。就在这时，骆之鹤来了，他有军情要报，却在看见我时瞪大了眼睛。陛下，她可是安阳公主。当年安阳公主谋害林嫣然一事闹得很大，人人都以为那个任性妄为的公主早就死了，要么就是被流放了。听见许久不曾听闻的封号，我忍不住心里发颤，不敢抬头看骆之鹤。可李湛却笑着将我拥入怀中，神情依旧淡然。骆将军看错了，这里没有什么安阳，只有朕的宠姬。后来李湛不让我见外人，还将我囚禁在金殿里。我怎么也没想到骆之鹤会来救我。我换上了宫女的服饰，在护城河里游了好久，游到脚抽筋。我以为自己终于撑不住，快要死了，在河里沉下去时，是骆之鹤救了我。他乔装一番，带着我快要出城时，李湛却亲自率兵在城门候我。骆之鹤将披着斗篷的我护在身后。二哥，放过他，也放过你自己。李湛笑了，笑靥如花，温润如玉，若非眼底的那丝阴霾，我几乎以为自己见到了从前的那个他。可惜一切都回不去了。瑟瑟，乖，现在回来，我会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骆之鹤摇了摇头。江瑟瑟，不要走，难道你还想回去过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吗？李湛站在城门前，嘴角微扬。瑟瑟，我等你。林嫣然和娘亲死后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有罪的。娘在洗衣时曾救过被追杀的先皇，先皇养好伤后，曾说过要带娘亲进宫，许她荣华富贵。娘拒绝了。后来我生了一场大病，娘亲找遍了镇上的大夫，却无人能治。娘给那大夫磕了好多头，那大夫才叹了口气。这病除非得太医院的御医来了，才有一线生机。为了给我治病，娘抛弃了要等爹爹回来的誓言，带我进了京，也进了宫。若非我为了留住皇兄，也不会想着搜尽天下奇药，就连失传许久的五毒散也被我收入囊中。如果我没有生病，娘亲就不会跟先皇进宫；如果没有五毒散，林嫣然就不会死；如果没有半月欢，皇兄也不会变成这般模样。对不起，骆之鹤，我不能跟你走了。我是个罪人，不配好好活着。我一步一步向皇兄走去，眼神却平静无比。皇兄，我跟你走，求你放了他。当天夜里，我被李湛折腾了很久，他用力咬在我的肩上，神情悲戚。瑟瑟，为什么？骆之鹤到底哪里比我好？我忍着痛，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用力攥紧了被褥。
可他仍不满意，将我的手高举过头，紧紧按住。他的手抚上我的眉间，面容如玉，眼底升起迷茫。瑟瑟，我该怎么惩罚你呢？3天之后，我终于颤抖着下了床，却发现殿前的海棠早已被风吹雨打，落了一地。半月后，西南作乱，叛军攻进城里，李湛带着我出逃，却在飞箭射来时，将我护在身后，替我挡了一箭。无数的箭矢袭来，他将我压在身下，却被叛军万箭穿心。死前，他释然笑道：“怪我宠坏了你。”兵荒马乱，厮杀声遍地。骆之鹤找到我时，我还守着李湛的尸首不肯离开。他说要带我走，可没说几句话，他便吐了一地的鲜血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在刚才的战役里，他早已中箭。他凭着一股毅力击退敌军，终于找到了我，可一切都太迟了。他倒在地上，声音含笑：“江瑟瑟，你可真难救啊，要不下辈子你来救我吧。”我将他拥入怀里，声音哽咽：“好，下辈子我救你。”骆之鹤，不要死！我从梦中惊醒，满头大汗，神魂未定时，却见皇兄坐在一旁。他嘴角微弯，伸手替我擦去额间汗巾。瑟瑟，最近怎么总做噩梦？我勉力笑道：“皇兄不是才来吗？怎么知道我总做噩梦？”李湛的指腹抚过我的唇间，微微一笑：“瑟瑟，若你不是做了噩梦，又怎么会咬唇？”我这才发现自己的唇又破了。可这真的是我咬破的吗？莫非是我做噩梦时无意识咬破的？我有些摸不清情况，毕竟上一世的李湛有个很不好的习惯，一生气就咬我的唇，还推脱说是因为我不乖。我摸了摸自己的唇，颇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。皇兄来找我，可是有要事？我看向李湛，努力调整自己的表情，使自己看上去坦然些。最近京中有不少赏花宴，不知皇兄可愿赏脸，陪我一同去看看？我得尽快撮合皇兄和林嫣然，避开上一世的发展。可皇兄饮了一口茶，淡淡笑道：“赏花？哦，不知瑟瑟这回想把我推给哪个女人？”小心思被戳破，我有些尴尬，嘿嘿一笑：“皇兄误会了，林嫣然和你乃是天赐的良缘，哪里容得我从中作梗？”我转身要走，却被他拉住手腕，拽了回来。瑟瑟，上次的问题你还没回答。我有些心虚，不敢再看他。皇兄言重了，你我之间哪里会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他却不容我逃避，紧紧钳住我的肩膀，望进我的眼底。瑟瑟，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？我撇开头去，用力推开他。皇兄，我说过了，我向来只把你当尊敬的兄长，比亲哥哥还亲。可他还是不放过我，将我拥入怀里，眼神阴鸷。兄长，你我之间并无血缘，如何做得了亲兄妹？皇兄的怀抱很是温暖，可惜我再怎么贪恋，也不能一错再错了。我闭了闭眼，想起婚约之事，笑容明媚道：“皇兄，我和骆之鹤已经有了婚约，我也祝福你和林嫣然，好不好？”他眼神阴郁：“为何？你根本就不喜欢骆之鹤，我也不。”可我却打断了他，努力劝说着他，也劝说着自己。骆之鹤救了我3次，我曾发过誓，不能辜负他。皇兄的眼里满是受伤，手也终于缓缓松开。你就这般非嫁他不可？我点了点头，压下心底的那丝不舍。皇兄，信我，你一定会找到心悦之人的。嫁给骆之鹤那天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骆之鹤入洞房后，平退了众人，亲手掀起我的盖头，笑容浅浅：“江瑟瑟，说好了，这辈子你来救我。”我震惊不已：“你怎么会知道？”骆之鹤取过交杯酒，递到我的面前：“小爷昏迷后，做了个很长的梦，梦里面的你很惨，我也很惨。”我揪紧了衣袖：“你都知道了？”他点了点头：“江瑟瑟，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，如今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”知我心中还有疑虑，他伸出手，用力扣紧了我的手掌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娘亲，还有二哥。这一世一定会不一样的。”我靠在他的肩上，半晌后，终于点了点头。如今多了个人知晓前世之事，我以为我会很慌，却发现心底反而多了几分踏实。也许
凭我一己之力改变现世是很难的。倘若再加上个洛之鹤呢？他握起酒杯，脸颊两侧也涌起了2个小小的酒窝。现在可以和我喝交杯酒了吗，娘子？我笑了笑，正要交臂而饮时，圣旨忽然到了，西南边境还是叛乱了。洛之鹤临危受命，领兵出征。褪下喜服，换上铠甲，我仿佛看见了上一世的洛之鹤，心里有些不安。洛之鹤，答应我，平安归来。他笑了，少年意气风发。放心吧，小爷这一次不一样了。我正要郑重交代几句，却被他偷袭，吻了侧脸嘴角。军中将士连忙低头，东张西望，装作很忙的样子，不敢再看我们。我红了红脸，赶紧转过头去。你不讲武德？他笑了，眼里却有些悲伤。讲真的，如果我死了，不必为我守寡。我正要反驳，却见他大笑着离开。江瑟瑟，好好在家，等我回来。我站在门口，看了他好久，直到行军越走越远，再也看不见人影。我回了房，正有些恍惚时，门后却突然伸出一双手，捂住我的嘴，将我按在床榻之上。我挣扎起来，放肆！我是洛将军的夫人，还不快放开我！他好像越发生气了，手越搂越紧。我急了，想要张嘴咬他，却忽然嗅到一阵熟悉的熏香，是李战。我终于忍不住问道：皇兄，为什么？李战沉沉一笑，声音里带着几分无奈。瑟瑟这么快就认出我了。趁他松手，我赶紧后退，直到退无可退，靠在墙上。皇兄，今天是我大喜之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嘴角含笑，眼神里却没有笑意。为什么？瑟瑟，你想嫁洛之鹤，我不是已经如你所愿了？原来如此，李战是故意的。他假意应允让我嫁给洛之鹤，实则是故意在新婚夜调开他。西南边境之事起事已久，你为何偏偏要在今夜让他出征？李战气笑了，他走上前，掐起我的下巴，指腹抚上我的唇角，擦了一遍又一遍，像是要覆盖住之前洛之鹤留下的印记一般。瑟瑟，他是将，你应知，为将者随时都有出征的可能。他缓缓低头，鼻梁高挺，薄唇快要落下时，我却赶紧撇开了脸。皇兄自重，我现在是洛之鹤的夫人。他低声笑了，搂过我的腰，将我拉得更近。那又如何？瑟瑟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在乎那些，只要你高兴，哪怕无名无分，我也愿意。别抛下我，好不好？真是要命了，皇兄怎么会说如此不着调的话？皇兄，你疯了！我用力挣扎着，想挣脱他，却被他握得更紧。他眼尾发红，看向我的眼里似有泪意。瑟瑟，我早就疯了。我被他按在床上，连帐翩跹，卷帘翻涌。床上红被未撤，案上喜烛成双。李战埋手在我颈间时，我已取下发簪，紧紧握在手中。这事若我先死，是不是一切也会不一样？我闭了闭眼，正要用力刺向自己时，却猛地被李战握住手。他看向我，眼底满是悲伤。瑟瑟，你就这般恨我，宁愿死也要离开我。我紧紧蜷缩在床角，拼命摇头。皇兄，你放了我，也放过自己，好不好？这一世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了。李战笑了，笑声却越发苦涩。为什么？你从前明明是心悦我的。我也。皇兄，与你相配之人，应该是林嫣然。我忍了忍心头的苦涩，哪怕不是林嫣然，也会是更好的女子。是谁都好，只是那个人，唯独不能是我。皇兄走后，我彻夜未眠。这一世似乎出了很多变数。皇兄似乎不喜欢林嫣然了。上一世，他明明对林嫣然颇有好感，可这一世却宛如陌路人一般。洛之鹤也有了上一世的记忆，那这一次的西南之变，叛军还会攻入城吗？秋凉后，圣上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了。娘亲日夜留在养心殿伺候，人也憔悴了许多。我生怕上一世重演，连忙问娘亲可想出宫。可娘亲却拍了拍我的手。我在这宫里待了10来年，她也快回来了。她是谁？娘亲可是在等什么人？我想继续追问，娘却摇了摇手。罢了罢了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
我听得稀里糊涂时，西南终于传了信来，军中急报，骆之鹤反了。骆家全家被禁足，我也被关押在从前的宫殿里。不会的，骆之鹤不会干这种事的。我不禁握紧了拳头，哪怕指甲嵌入掌心，也丝毫不觉得痛。一定是有什么误会，皇兄，你帮帮他，好不好？李湛将我扶了起来。瑟瑟，父皇认定的事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我紧紧拉住他的袖子。可是骆家的孩子是无辜的，求求你，帮帮他们。瑟瑟，求人帮忙是得付出代价的。他的声音循循善诱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温和，却已然没有了当初的亲昵。瑟瑟，我若帮他，你又给得了什么呢？我终于看清自己的处境，我什么也没有，唯一有的便是自己的身子。若是皇兄不嫌，瑟瑟愿意为奴为婢，伺候皇兄。我眼神麻木，伸手解开腰带，脱去外衣，不过片刻功夫，身上便止于小衣轻薄。我从李湛的身后抱住他，脸颊也贴在他的后背。衣料个人，我却浑然不觉，脑海不禁想起骆之鹤上一时说过的话：江瑟瑟，你可真难救啊，要不下辈子你来救我吧。泪不知不觉已湿透眼眶。等我回过神时，李湛已取过外衣披在我的身上。瑟瑟，莫要这般看清自己。他吻去我眼角泪珠，叹了口气。你放心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他们，只要你签了这封和离书。骆家被贬为庶民，我也被人骂背信弃义，圣上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。李湛作为太子监国，也日渐忙碌起来。不久，叛军入城，京中再起叛乱。这一次叛乱的时间，比起上一世，竟是提前了大半年。叛军首领入城时，我正陪着娘在养心殿里伴驾。皇上吐了满地的血，看向娘亲，眼里满是了然。阿童，是你做的吧？娘亲低眉道：陛下病糊涂了，说的什么话，臣妾听不懂。皇上也笑了：是你一直给叛军传递消息，也是你将一切都栽赃到骆之鹤头上。阿童啊阿童，你的心可真狠啊！娘亲终于笑了。若非陛下当初特意给瑟瑟下药，我们母女俩又怎会被困深宫10几年？说起这一切的祸端，还要拜陛下所赐呢。我懵了，紧紧握住娘的手。娘，你在说什么？娘摸了摸我的脸，笑容凄凉。瑟瑟，谁能想到我们当初好心救人，竟救了个白眼狼啊！我这才知晓，原来当初娘亲救了李元，却也因姿色秀丽，被他一眼相中。李元伤好后，有意带娘亲进宫，可娘亲直言要留在家乡等爹爹回来，更不想进宫。李元表面说好，背地里却偷偷给我下药，使我患病，更是买通镇上的大夫，逼迫娘亲进宫找太医。原来我和娘亲的进宫根本就不是什么恩宠，从头到尾不过都是一场阴谋。娘亲边说边吐血，我害怕极了，想要去找太医，却被他拉住袖子。瑟瑟，没用的，我早已服毒。为了毒死李元，他日夜与他相处，这药虽是每日微量，可那毒却早已深入骨髓，无药可救。娘亲，为什么？上一世我以为娘是被迫殉葬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原来不是被迫，而是同归于尽。娘亲笑了，拍了拍我的手。因为我对不起你爹爹。我爹？我爹到底是谁？娘亲看向殿外，嘴角微扬。你爹就快来接你了。我被叛军抓了，被丢到首领面前时，却见他一脸慈祥地看向我。瑟瑟，别怕，我是爹爹啊。眼前之人鼻梁高挺，五官俊朗，与娘亲私藏的画像却有几分相像。可我却是不信的。你骗人，娘说过爹生性善良，根本不会做出像你这般伤天害理之事。他终于笑了，笑声越来越响。就连你娘都没认出我是假冒的，你又是如何知晓的？他摸了摸自己的脸，眼里满是自豪。我和你爹可是战场上的好兄弟，后来他死了，我也毁了容，还好我被神医谷的人带了回去，也换了这张脸。多亏了这张脸，要不然你娘也不会这么轻易就上当，给我传递机密，算起来你也算功臣。他伸手抚上我的脸，满意道：不愧是京中娇养的贵女，只要你好好伺候我，
我也能像你娘一样，封你个贵妃当当，如何？我却猛然咬住他的手，放肆！你根本不配用我爹的脸。他恼火了，一巴掌要打下来时，却听殿外有人来报：将军，此女性子烈，不如交给属下来调教。我抬头看去，却见骆之鹤一脸冷漠。真的是他？难道他真的叛了吗？周远洲冷哼了一声，若是调教不好，便扔军营里，犒赏将士吧。他低头喊诺。我不敢置信地看向他。骆之鹤，为什么？可他却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上来给我松绑。瑟瑟，你还愿意信我吗？我换上了舞姬服，衣裳轻薄，舞姿翩跹，在帐中跳起了昔日的胡旋舞。周远洲眼神迷离地看向我，我忍着恶心，假意欢笑。酒过3巡，他笑着和骆之鹤碰杯。骆将军果然好本事，再烈的女子在你手上也能被驯服。骆之鹤道：实乃将军威力无边，属下不敢居功。周远洲喝得迷迷糊糊的，还打了个酒嗝。此番入京，我为皇，必封你为王，都是兄弟，我绝不会亏待你。骆之鹤笑了笑，却没有饮酒。忽然，帐外冲进一群士兵，将帐内团团围住。骆之鹤正要来护我时，我却被周远洲一把拉住。他瞬间酒醒了大半，用力掐住我的脖子，匕首抵住我的脖颈。这女的是你心上人吧？你再过来，信不信我一把掐死她？好你个骆之鹤，老子待你不薄，你竟然敢造反！骆之鹤摆了摆手，示意按兵不动，紧紧盯向他。乱臣贼子，造反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就在这时，帐帘被掀开，一清俊男子缓缓走入，却面带病容，竟然是李战。他咳了咳，看起来有些虚弱。放开他，孤来当你的人质。我想用力摇头，却被他越掐越紧，几乎要喘不过气来。李战道：她不过一介女流，挟持她不如挟持姑，将军以为呢？一个是假公主，一个是真太子，孰轻孰重，一目了然。周远洲有些不信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耍什么花样，我便是死也能拉他垫背。李战双手敞开，缓缓走来。周远洲，你怕什么？周远洲迟疑了，就在那瞬间，箭矢从帘外射入，一箭便封了周远洲的喉。他倒在地上，死不瞑目。我也滑落在地，咳嗽不已。我早已知晓骆之鹤与我讲的计划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周远洲竟然会拼死一搏，想要我给他陪葬。李战将狐裘盖到我身上，将我拥入怀中。好了，都没事了。我贪恋他怀中的温暖，终于忍不住哭出来。黄粱一梦，我终于明白，原来我所知的上一世是如此的有限。林嫣然告诉我，他被系统选中，前来拯救黑化男主。这个男主就是李战。刚开始，他以为李战很好攻略，便把自己的魅力值加到了最大，让李战哪怕对他没感觉，也会被迷惑，忘不了他，以为自己喜欢他。可他后来发现自己错了，这个男主看起来温文尔雅，背地里却是个腹黑病娇，不仅将计就计和自己的养妹在一起了，还因为意识的不断觉醒，对自己的杀意达到了100%。林嫣然怕了，赶紧联系童死盾，想要重开一个小号。系统答应了，还送了他一份礼物，故意把他的死灾葬到我头上。系统想要让李战一边恨我，一边忘不了林嫣然，于是他给林嫣然整了个舞姬的小号身份，想让他凭借那张脸夺得君王的宠爱。没想到君王宠是宠了，把她封为女官，至于爱，那是半分没有。系统生气了，为了完成任务，他违规强行给李战植入爱林嫣然的假象。奈何李战意志力太强，唯有在他午夜梦回时，这些假象才会起效果，让李战短暂的恨我一下，以为自己爱林嫣然。系统违规操作，被天道彻底批废了。而林嫣然也因祸得福，摆脱了系统的控制，重开了第2世。万万没想到，这次重开居然带回了我和骆之鹤。说完后，林嫣然叹了一口气，随即捧起5年科举3年模拟，脸上有些憔悴，黑眼圈也有些重。江瑟瑟，要不你去当个皇后，让我也能走个捷径。我赶紧摇头，我何德何能？可他却握起我的手，目光灼灼地看向我。
妹子，信我，你能的，如果不是有你，男主早就黑化了，这个世界早就崩塌了。后来我和李战成婚，他忙前忙后，一边念叨着鸡犬升天，鸡犬升天啊，陛下，皇后娘娘。再后来，林嫣然考了3次才中举，他气得把书都给撕了。果然，不管哪个世界，只要是资本家，都是没人性的。我呸！洛之鹤番外，江瑟瑟很笨，我喜欢他那么久，可他眼里只有那个阴冷疯批，丝毫看不到我的好，真蠢。为了引起他注意，我只好处处跟他对着干，看着他气得到不行的鲜活样子，我也高兴得不行。可后来，人人都说他是杀了林嫣然，我不信，他那么蠢，连陷害人都做不好，哪里还会杀人？我想替他翻案，可他却像人间蒸发一样，哪里也找不到。直到我去给已经当了皇帝的疯批汇报军机，这才发现他被困在金殿里。他虽蒙着面纱，可我一眼就认出了他。曾经那么鲜活的他，却像死了一样，眼神躲闪，面容麻木。看着李战把他拥入怀中，他瑟瑟发抖的样子，我承认我在那瞬间很想杀了李战，直接造反。可他还算是个好皇帝，我不能冲动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原来林嫣然和他娘亲死后，他也死了一回。是李战把他绑在身旁，用恨意滋长，求他活下去。可那样的他失去了朝气，再漂亮也是个木偶。我想让他活出个人样，于是我派工人接应，助他逃了出来。从水里把他捞出来的那一刻，我满心欢喜，以为自己可以照顾他一辈子。可他还是回去了。他说自己是罪人，那我又何尝不是？觊觎着心有所属的他。重生后，我找李战说明了一切，包括叛军的变动，还有我要去卧底的事。李战问我想要什么，我说我要娶江瑟瑟。他笑了，说我做梦。那又如何？梦一场，好过什么也没有。哪怕我早已知晓，他们之间只有彼此，早已容不下他人。后来，李战确实帮我圆了那场梦，也正是因为我娶了江瑟瑟，他娘亲才知我是真心对瑟瑟，也认定了我是自己人，更帮我取得了周远洲的信赖。他一直以为江远是假死，这才化名为周远洲，在西南从军。可他不知道，江远早就死了，死在数年前平息的那场叛乱里。周远洲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他利用了江瑟瑟娘亲对江远的愧疚，逼他盗取机密，一不错，步步错，情之一字，最是惑人。而我孑然一身，最是自由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